3个小时站在小白的角度，用纯对话的方式去挑战设计一套完整的系统，会是什么样子的？跟着我一起来试一下。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在打仗之前，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来说，玄学这一块是完全一窍不通的，也不太相信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恶补一下相关的知识，但是我又不想动脑子，怎么办？我就直接问 AI， 让它帮我把所有掌门、病理、命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全部帮我整理出来。我让它再把这一部分完整的书籍名称以及知识点汇总成一大长串内容给到我。有了这一长串内容之后，我把它复制下来，开始给到我需要开发的 AI， 帮我去整理书籍里面的内容以及知识点，再结合 Obsidian 的知识结构，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知识库给我。他把所有的知识这些整理好之后，给我打包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验收一下。下载下来之后，我打开 Obsidian， 它有一个本地仓库，在本地仓库这一块打开我们下载下来的这一部分知识库，将它导入到 Obsidian 里面。这个时候它所有的知识点知识树就会生长出来。我在这里面又去验收了一下它所有的知识点到底都有哪些，基本上比较全。我点开单个的这个知识点之后，它里面所有的知识文章、知识点这些信息还是比较全的。基本上以我的这种脑容量，我觉得这个知识已经很好了，不错了。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开发。但是正式的开发之前的话，如果作为小白，他根本不知道整体的整个系统是怎么开发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倒回去，直接问 AI， 我想做一款掌纹检测的小程序应该怎么办？需要哪些功能？直接告诉他，直接问 OK。 所以这里 AI 直接告诉我前端交互需要哪些功能，比如说拍照的功能、加载的过程，包括结果报告的显示这些。 OK，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根据它 AI 告诉我的这些信息，再回到我们需要开发的项目 AI 这一块，把知识库给到它，同时告诉他我需要一个掌纹检测的小程序或者 H5 页面，里面包含了拍照上传、掌纹检测、支付、获取报告，包括病理、命理的这些信息，让它全部整理好给到我，然后它进行开发。那这个时候项目 AI 开始它自己的工作了，它里面有设计报告、构建单个文件、拍照上传的一些功能、支付弹窗等等的。开发好之后，我们来去检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OK， 它开发完成了，它给我直接截图了具体的页面，我看一下具体的页面会是什么样子的。第一张看着还不错，那后面的这些是什么？这是个什么？这是个脚丫子吗？这是什么？怎么会有星座的信息在里面？点开大图看一下，怎么还有塔罗牌？这个完全不行。但是支付的功能是有了，报告的功能是有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有了。也就是除了它的内容有问题，它的界面有问题之外，基本的功能还是实现了。从拍照到检测、支付、生成报告，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是有了，但是这个脚丫子真的是让我很崩溃。那这里并没有让它再进行第二次开发，我是找了另外一个 AI， 把我所前面需要的掌纹检测的这一部分功能信息，然后给到它，让它去开发一套前端页面。我看一下两个 AI 一起对比一下，看哪个开发出来的效果好。写了完整代码之后，我们把那个代码去复制下来，把代码复制下来之后保存成 HTML 文件，看一下它的效果。整个效果不错，交互包括这个过渡，整个 UI 的页面设计的特别好看，这个页面很不错。它里面的内容我感觉也是比前面那个要好很多的，整个这个都不错，但只是内容稍微有点小。 OK， 那这里我就把效果不错的这一部分前端页面的代码，然后复制下来之后给到了我们项目开发的项目 AI， 给到它，让它去借鉴，单独给我生成一套前端的页面给到我。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页面是什么样子的。 OK， 整体效果的一个解释还不错，4大权威的一些内容，现代趣味的话题，包含了星座、传统手相这些。 OK， 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单个的一个页面，首页还不错，效果拍照页面有提示也不错，预览页面的话是性别这些也 OK， 没有问题，这个也很可以。支付页面没有问题，这个效果也还可以的。检测进度这一块也可以，整个交互这一块也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报告页面也可以，虽然是跟前面那个有区别，但是这个报告页面也很好，漂亮，还是可以的，不错的。
包括名人这一块，就是你的掌门的一些性格信息分析出来之后，跟历史名人对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掌门的纹理这一块有点问题，但是也简单的能说明一些问题。OK， 不错，这一块应该是不错的。然后是用户协议这一块，用户协议它直接给我写好了。最后一个是长图，保存和分享的一个长图。它借鉴完前端代码之后，整体生成的这个页面不错的，那我们直接让它开始去进行开发，先开发前端页面，我就直接告诉他直接给我开发，并且我需要一个测试的地址。 OK， 这里它已经开发完成了。开发完成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是我们开发的第一版，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开发的第一版。我把链接放到手机上之后，我开始测试，结果它相机的对焦它拉的特别大，直接拉到很崩溃，我手掌伸的老长了，结果还是拍不全我手掌的整个信息，并且我相机是没有再去重新调整对焦的。这一块真的是开门直接给我来一棒重击。那我们再来让他去改第二遍，我直接告诉他拍照调用相机的对焦是有问题的，让他自己再重新改一遍。 OK， 我们等它开发完成。好了，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整个首页还是不错的，虽然是按钮有些扁，但是基本的页面还是不错的。 OK， 这一块这一次相机没有问题了，它可以拍到我完整的手掌了。我拍的不清晰，再来，这一次清晰度没问题，但是它页面的这个兼容性是有问题的，但是还可以继续支付。交互页面检测出来了，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小的问题，它的内容点太少了，兼容性也不够，前后顺序也是有问题的，重新让它改。我就直接把里面的问题截图一张一张直接发给他，发给他之后把问题点1、2、3、4给他列给他，让他重新开始调整开发。 OK， 我们开始检测一下，前面是没有问题的，拍照也没有问题，还是不清晰，重新拍。 OK， 没有问题，支付可以，没有问题。在这一块它位置有些错乱，但是还好，基本的顺序是对了。运势这一块也没有问题，名人同路这一块，掌纹详情这个标签有问题的，它没有对到具体的手掌上面去。Oh my god， 这是什么？这是猪蹄吗？这个地方我的意思是放一个参考图，它能把所有的纹理有一个标准的指示跟说明。就它这是给我生成一张猪蹄吗？好崩溃的。哎呀，马上继续吧。看看它的整体的这个线条是没有问题，其他这些东西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OK， 名人录这个没问题，前端这一块的错位是有的。把这些东西呢，我在验收的过程当中，把这些东西我就一个一个去截图，有问题的地方我就全部截图下来了。截图下来之后呢，把这些问题记录一下之后，再次发给 AI， 然后全部一个一个发给 AI， 然后手掌太难看了，让他去网上找一个，或者这些问题全部给到他之后，然后让他重新调整开发。不行，第二版不行，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再重新调问题，再重新调问题，来调一遍，然后把问题再告诉他，这个时候再改一遍。这个都开发完之后，这个效果看着应该可以，我们测试一下。拍照、支付，前面的流程没有问题的。分数这一块它还是有一个错位，但是内容的话是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一下最后那个猪蹄儿那一部分。OK，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它把每一条线都单独画了一遍，整理出来了，这个效果可以的。单个每一个线的说明解读都有了，这一块的内容也是不错的，还挺多。那整体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除了一些小的错位之外，前面检测这一部分我觉得已经基本上可以了。前端的整体效果功能跑通之后呢，我就想把那个我们前面整理好的知识图谱也包含在这个小程序里面，这样所有访问的客户他可以直接在小程序里面去单个去查看每一个知识点以及掌纹都有哪些知识哪些信息，这一块的话就便于用户来去查看，我们就直接提交给 AI， 然后让他去把这一块功能加上。同时我让他给我生成2个地址，第一个就是小程序的包含在里面，第二一个就是单独的 PC 端的一个地址。我们先来验收 PC 端。 OK， PC 端出来了，它没有这种重力系统，它没有那种重力效果，但是知识点是有了，一个点一个点的它是分散出来是有的，点击每个点的话它的知识结构还是有显示的，但是这一块还是不行，我们继续让它去调整。移动端我们就不看了，再把截图给到它，再重新调整到第2版。
我们看第2版。OK， 这一版它可以动了，基本上它是可以有一种重力状态，在这里面可以动。我去看左边的知识结构的话，它对应的右边的会去把图谱里面的信息也会展示出来。OK， 也可以拖动，点击知识图谱的话，右边的知识效果也是有了，没有问题，知识内容也是有了，这个效果已经接近了。但是呢，我不想一遍一遍再调下去了，我开始找另外一个 AI， 也就是前面帮我们设计前端交互页面的这个 AI， 让它帮我直接去生成 Obsidian 的前端页面效果给我。OK， 它生成的这个效果不错，我就把这一段代码又重新下载下来之后保存成 HTML 文件，我就直接上传给我的项目 AI， 然后让项目 AI 同步去调整。我看一下效果。好吧，它整个效果是出来了，没有问题，但是整个页面是错乱了，还是得调。但是它这种重力效果是有了，图谱的效果也是有了，功能还是有的，但是肯定是这一块有问题。我直接截图告诉他吧。第3次，我直接告诉他图谱页面板块有卡顿有问题，重新让他去调整。OK， 我就不展示开发效果了，我们直接看结果。OK， 这一次的效果不错，这一次的效果是基本上是达到我要的标准了。知识图谱的整个效果是不错的，你拖动这样拖动来回拖动是没有任何问题，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它知识点之间相互斥力也是有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唯一的就是我的知识栏没有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效果出来就可以。点击单个的知识点的话，它也会展示单个知识点的信息是有的，没有问题，也就是知识没有丢。 OK， PC 端整体效果看着不错，我们再去看看移动端它给我调整完之后什么样。 PC 端跟移动端同步让它去调整的，所以之前我们没有验收移动端，我们看一下移动端的效果。OK， 哇，这是泡泡糖吗？我的个天哪，怎么满屏的泡泡？但是整个效果应该功能是有了，效果也有了，但是因为它那个知识点太大了，它挤在一起了，并且移动端它是有点卡顿的，它上面的单个知识类别对应的不同的颜色，单独这么点击也是有反应的，没有问题。移动端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它把那个知识板块放在了最上面，这样的话左右没办法滑动，我想着放在侧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直接截图告诉他，里面可以直接画框框，告诉他问题在哪，让他自己去识别。左边红色框框栏入栏这一块 OK， 我们看一下这一版的效果比前面一版要好很多，你这样拖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点击知识点的话也没有问题，效果都有展示，内容也都有展示，没有问题。但是右边的这个知识点的这个板块有点太大了，但是点击的话它还是有反应有区分的，重新再调一下。那我们再重新改一版，直接截图告诉他，直接让他改就行了。OK， 我们再来验收一下效果，整个的交互是没有问题的，拖动也没有问题，整体功能是健康的。点击单个知识点，它也有展示知识点的内容，都是有展示的，没有问题，这样点起来还是可以的。单个知识板块侧边栏效果比前面小了一点，还是可以的。搜索栏也没有问题，可以直接搜索里面的知识点。 OK， 那移动端的知识点没有问题了， PC 端跟移动端的整个知识图谱展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后续还要给知识库里面去增加知识点内容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没有入口，不能把它做成死的。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给 PC 端再增加一个增删改查的一个功能，把有问题的知识点可以删除，然后可以新增，可以调整更改。但是移动端呢不需要，所以这一块我们需要再重新去让它增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OK， 可以干。我直接截图告诉他哪些问题，以及说是需要去增加哪些功能，让他重新开发。OK， 开发完成，直接进入系统看一下。哇哦，不错，效果还是可以的。整个知识点去放大缩小，拖动也没有问题，你单独拖一个没有问题。知识点单个点也没有错。左边菜单栏没有问题，单个拖动没有问题，单个点知识点也没有问题，左边的知识信息栏目也没有问题，新增知识点也没有问题，编辑也没有问题，完成。那基本上我们小程序跟前端的知识图谱基本上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第3个系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那后台管理系统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应该做哪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去简单看一下基本的前面的一些功能点都有哪些。
同时细化的一些点接让，把这个任务直接丢给 AI， 让它去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前端的这些功能去倒推我后台管理系统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哪些功能，让它全部整理出来，包括交互的一些信息全部交给它，让它总体设计出来。设计出来之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开干，这里面我直接告诉它，根据小程序的应用功能，直接让它去倒推后台管理系统需要有哪些功能，以及需要有哪些配置，以及需要有哪些管理方式，它直接让它去开发。 OK， 它开发完成之后，它给了我3个链接，后台管理小程序的一个云端的整个页面，它也截图给我了，我们就直接看后台效果。 OK， 我们先登录，首页还不错的，这用户管理详情页还是有的，没有问题，报告也没有问题，订单展示这块状态筛选没有问题，重置也没有问题，功能都是实现了的。报告这一块查看单个报告也是可以查看，没有问题。知识图谱前面我们基本上是验收过了，基本上的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这个拖动是没有问题，点击单个知识它的知识展示也没有问题，包括点击编辑这些也是没有问题的，左边的这些知识内容也是完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这里可以直接新增，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也可以在这搜索，包括根据各个知识点也没有问题。然后是系统管理这块是 AI 的一些服务，我们需要调用第三方，需要配置一些接口，支付的一些接口，声明包括价格的一个调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系统管理这一块的话，是我们是分配角色、编辑角色这一块的功能也没有问题，禁用账号、请用账号这一块也没有问题。第二个是角色添加，角色管理这一块给单个的角色去添加不同的权限这一块，或者添加角色这一块功能也是很全的，很强大，没有问题。第三一个权限配置这一块也没有任何问题。 OK， 最后一个日志，操作日志，哪个账号登录了，登录都做了哪些信息都有的，效果还不错。那我们整体再看一下移动端是什么样子的，整个拍照效果不错，它检测出来效果也可以。 OK， 走一遍，那这个效果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因为这里面的话我还是做了一些细小的调整，我就没有录制进去，但是基本上所要的功能都有了，前端的交互样式也都没问题，包括它检测出来的内容我看着也很丰富，效果也是不错的，整体我感觉还是可以了。知识图谱这一块的展示效果是没有问题，前面我们已经验收过很多遍了，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单个知识点的信息也是有的。 OK， 系统的开发基本上就结束了，一个是前端的一个 H5 的小程序，一个知识图谱，一个后台管理系统，整体这3个板块是没有问题。同时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也让它去打通了前端小程序以及后台管理系统的一个数据是打通的。知识图谱他们也是统一去调用一个数据库的知识，所以说在后台去做增删改查，所有的信息都是完整的，不会有问题。那剩下的就是把整个代码荡下来之后去开始上传，我已经上传到我的云服务器里面了，现在在等待我的域名的一个审批，如果域名 OK 没问题之后，我就直接可以部署了。当然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也直接告诉 AI， 让它一步一步教你操作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一些第三方的接口，调用 AI 的图像识别的这些接口，其实这些东西直接告诉 AI， 或者是就像后台一样，能让它集成到一个功能里面给到它就可以了。所以说基本上整个开发过程是这样的，很快的。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总共耗了多少钱。我整体的话是充了一个60多块钱的月度套餐，5个小时释放一次额度。基本上的话前2个小时我就已经把第一个5个小时的额度全部给用完了，它重新发放了第2个5个小时的额度之后呢，我又续上开发了1个小时，这1个小时把后续的5个小时的额度也用完了。整体的话我用掉了我整个套餐的20%的额度，也就是说整体下来的话，这一套系统3个小时大概花了10块钱不到，效果还是可以的，并且我没有采用说是写 PID 文档啊、画流程图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去采用。如果说你是一个专业做过互联网的话，你有标准的 PID 文档、标准的这种语言结构描述的话，我相信用到的时间会更快，效果应该比这还要好。所以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留言告诉我你想开发哪些系统，让我们一起同步挑战试一下。关注我，感谢观看。